阳明山蓝宝石涌泉保护区内100亿商机的活泉水，上帝的恩典火山矿泉水 ，Merit of God Volcanic Mineral Water Taipei。蓝宝石涌泉最盛名的就是那源源不绝的蓝宝石色的水流，原因是泉水从紫苏角闪鞍山岩涌出，散发着如同蓝宝石般的透亮光芒而得名。泉水含多种微量矿物质，可直接饮用，且有特殊口感，清澈透明的水也暗藏玄机。除了止渴，似乎还肩负着健康的使命。涌泉造就了人跟土地相系的故事，也因此保护涌泉就等于保护生命之泉。又因为于阳明山第3水源取入井处，又名第3水源阳明涌泉。不同矿泉水、不同矿物质百分比差异与食物饮品进行搭配，可提升口感。水公司将蓝宝石矿泉水与世界顶级的火山矿泉水做比较，并且请专业品水师来做评比。蓝宝石泉涌泉丝毫不逊色，矿物质比例跟富维克矿泉水 Volvic 做比较是差不多的。自来水公司朱主任告知，阳明涌泉每天出水稳定出水量比富维克矿泉水还要丰富，健康意识抬头。相较于添加物质的饮品，无热量的水也变成大家的首选。美国自2013年起，连续3年也呈现每年15%以上的大幅成长速度，显见水已成为饮料市场中重要的饮品。自来水公司朱主任也说，品茶师都称赞阳明涌泉的水，用来泡茶更能够衬托茶的香醇回甘。目前已经有国内航空公司以及5星饭店的高阶主管对蓝宝石泉涌泉有兴趣，化妆品品牌商也有来洽询。到宝山游一游，不要忘记带着空瓶，以免空手而回。前人设计草山水管拱桥时，考量到涌泉附近有黄气，水管容易被侵蚀，所以用钢筋混凝土制的水管拱桥来保护草山水道的过桥段水管。目前水管桥仍保留原始风貌，拱桥内有2水道，一个水道是硫磺水供灌溉用以及水力发电用，提供农民农业灌溉用电；另一个水道是火山矿泉水供给民生用水用。周边高山瀑布，桥上林荫苍苍。建于昭和年间，日式拱桥、黑色水管、日式房舍等，历史都有100年，现场洋溢着悠悠岁月之古朴气氛。拱桥下，松溪上游处，又有美丽的硫磺瀑布，溪谷岸则多清风。深秋时分，拱桥流水，映带枫红，景色足以令旅人流连徘徊。此地与外界长期隔离，宛如一世外桃花源地。台湾的水道系统始自日治时期，在这之前是藻井取水，或是取用地表水。由于地表干净的水以及污水并未分流，疟疾与霍乱严重，日本军人因为瘟疫死亡比打仗死亡的还多。根据史料的记载，染病者更多达26094人。日本接收台湾后，便致力于公共卫生的改善，首要改善的就是自来水系统。自来水台语借自日语叫做水道水。英国技师巴尔顿先规划到年供12万台北民用水的建设，由于人口增加，所以进行台北水源第2次扩张，找寻容易处理的洁净水源及草山水道系统中的水管桥。于1925年由佐野藤次郎、加南大圳设计者八田宇一等人探勘，1928年动工，隔年完工。日人称草山为台湾的香根。1932年日治时期成立大屯国立公园协会，将大屯山地区列入国立公园的范围。涌泉在台湾无所不在。涌泉会出现在一座山的山崖底下，
一整座山在风水学里称为龙脉阳明山国家公园内的七星山，青山缭绕，依山傍水，一直是世界级的圣山，也是风水宝地，以此接引龙脉之气，也将活水源源不断灌入台北城中。水源头一路自七星山行经圆山经中山北路到总统府，使台北城成为首善之区，所以自台北城修建完成以来，便是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草山御宾馆位于涌泉上方不远处，原是日治时期为接待日本裕仁皇太子来台而兴建，建造年代约为1923年前后。裕仁在1923年来台巡视时即停留于沙帽路，是1923年日本裕仁太子来台视察时所铺设。当时为了让太子在行旅劳累时体息，在羊头公路上盖了2座观景亭，一座叫迎日轩为第1展望台，另一座叫熏风蓝线为第2展望台。远眺草山美景宾馆及台北盆地。光复后御宾馆曾短暂作为蒋介石来台的第1个住所。1958装甲兵司令蒋纬国延请西德装甲兵将军协助台湾军整训，此时宾馆便充当西德装甲兵将军的官舍。1965年之后变成考试院长孙科官邸。蓝宝石泉涌泉位于草山水道系统，于2004年4月28日经台北市政府指定为第111号直辖市定古迹，从此正式进入文化资产保存法的释法范围。大家到此一游也要爱惜古迹，只留下美好的回忆及足迹。